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慢说寰宇，我是老茶。相传龙生了9个奇形怪状的儿子，却没有一个像他。这可不是普通的家族八卦，毕竟龙在古代可是权力与威严的象征，而这些不随爹的孩子背后却隐藏着深刻的文化密码和奇妙的故事，听起来像极了隔壁老王家热闹的家庭群聊，让人忍不住想一探究竟。如果您喜欢这支影片的话，也欢迎点赞、订阅并分享给身边的朋友。有任何想法或故事补充，记得在留言区讨论哦。相传在明弘治年间，明孝宗某天突然兴致盎然地问内阁大学士李东阳：“曾听过龙生9子的说法吗？”李东阳被这突如其来的问题问得愣住了，心里直犯嘀咕，这可怎么回答？他隐约记得民间的确有这样的说法，但到底是哪9子，他还真说不上来。无奈之下，李东阳赶紧去请教吏部的刘季。刘季也没多确切的答案，只能从家中翻出一本旧册子，册子里果然记载了9子的名目，但来源却模糊不清。情急之下，李东阳灵机一动，硬住头皮当场编了一套说法。有的，龙生9子不成龙，各有所好。接着他逐一解释道：龙生9子不成龙，各有所好。囚牛、龙种平生好音乐，今胡琴头上刻兽是其一项。牙字平生好杀，今刀柄上龙吞口是其一项。朝风平生好险，今殿脚走兽是其一项。蒲牢平生好鸣，今钟上兽钮是其一项。酸泥平生好坐，今佛坐狮子是其一项。霸下平生好负重，今杯座兽足是其一项。壁案平生好诵，今玉门上狮子头是其一项。复戏平生好闻，今杯两旁龙是其一项。吃吻平生好吞，今殿吉兽头是其一项。这段描述收录于《一录堂后稿》，成为现今已知最早的龙生9子记载，也为后世带来了无数的想象和趣味。接下来就让我们一探这些龙族兄弟的真面目，看看他们如何凭藉各自的风格与趣味，成为传说中的奇妙存在。老大囚牛，囚牛是龙的大儿子，以温顺的性格和瑞兽形象活跃于传说中。他的最大爱好就是静静地蹲在琴头上听音乐，堪称古代音乐发烧友的鼻祖。他的外形特征是龙头蛇身，脑袋带点牛的轮廓，与众不同但又充满趣味。别看囚牛外表奇特，他的听力可是出类拔萃，能分辨世间万物的声音，古人甚至尊他为声音鉴定专家。因为象征音律之美，人们常把他的形象雕刻在琴头上，既装饰又寓意吉祥。而他的牛形头部则来源于他与牛的血脉联系，牛在古代象征任劳任怨，这也让囚牛成为勤劳和正面形象的代表。老二牙字，牙字的大名可以说是家喻户晓，但和他大哥的好评相比，这位二哥的名声就显得有点刺耳。作为龙和豺狼的混血儿，牙字天生带着一股凶狠气息，他性格暴躁嗜杀，还特别心胸狭窄，斤斤计较的让人哭笑不得。所谓狼若回头，必有缘由，牙字堪称龙族里的8+9。据说牙字出生时差点被亲爹龙直接下架，幸亏他母亲苦苦哀求，才保住了小命。然而也许正是这段不幸的童年，让他养成了有仇必报的原则，别人是君子报仇3年不晚，而牙字报仇则是一天到晚。牙字的经典造型是口中叼着宝剑，随时准备开战，后人因此将他视为凶兽的代表，甚至把他的形象刻在剑柄上，期待增添杀气值来威吓敌人。至于成语睚眦必报，正是对他这种小事也要计较到底的性格最好的写照。这位二哥真是让人既怕又无奈。老三朝风，朝风是龙和鸟类的后代，在9子中属于低调系。他的名气不如其他兄弟响亮，但他的故事却别有一番趣味。作为飞禽后裔，朝风的母亲有时被设定为普通鸟类，有时则升级为凤凰。而朝风最大的爱好就是站在屋顶上望风，仿佛整片天空都是他的专属观景台。他的站岗爱好赋予他特殊的职责和成为守护家园的象征。古人喜欢把朝风的形象雕刻在宫殿的屋檐上，既增添美观，又能驱邪避祸。
朝风脑袋像凤凰，身体继承龙的特征，在传说中象征吉祥和威严，默默守护着一方平安，是低调却不可或缺的存在。老四蒲牢，蒲牢是龙和蛤蟆的后代，继承了蛤蟆的宽大嘴巴和圆鼓鼓的眼睛，搭配龙的威武角与纤细的身躯，形成了奇妙的反差萌。它的体型比龙小一号，模样既神秘又滑稽，堪称音效达人的最佳代言人。蒲牢最大的特点是爱嚎叫，声音响亮如鸣钟。传说中它生活在海边，但胆子极小，尤其害怕鲸鱼。一旦遇到鲸鱼，它便会吓得哇哇大叫。古人充分利用了蒲牢的这一特点，将它的形象雕刻在钟上，并在撞钟的长木上刻上鲸鱼。每当钟声响起，就仿佛听见蒲牢的鸣叫般清脆响亮，震撼人心。因此，蒲牢不仅是龙生九子的搞笑担当，更是古代钟鸣技术的灵魂象征，让它在传说中名留青史。老五酸泥，酸泥是龙和狮子的后代，拥有狮头龙身的独特形象，却有着与母亲狮子的凶猛截然不同的平和性格。他最大的爱好是坐在香炉边静静地欣赏烟火，仿佛一位热爱生活的小哲学家。正因如此，佛祖将酸泥收为坐骑，象征佛教文化中的祥和与宁静。酸泥的原始形象其实就是狮子，古人甚至用酸泥作为狮子的代称。随着时代推移，它的形象逐渐融入龙的特征，演变为如今的狮头龙身模样。从汉代开始，酸泥经常被用作佛像下铺垫的装饰。到了明清时期，它的形象更进一步，成为石狮的灵感来源，常出现在门口的石雕上，象征威严与守护，让酸泥成为一个低调却不可或缺的吉祥象征。老六赑屃，赑屃也叫霸下、龟夫，是龙和乌龟的孩子，结合了乌龟的稳重与龙的威严，成为长寿与力量的象征。传说中，赑屃曾拖着3山5岳在湖中兴风作浪，直到大禹治水时将他收服，成为推山移海、疏通河道的得力助手。为防止他再作乱，大禹在他背上放了一座顶天立地的石碑，从此赑屃注定与石碑为伴，成为稳重与责任的象征。赑屃的形象被广泛应用于建筑中，特别是石碑下的装饰，寓意承载与稳固。它作为龟界搬运工，凭藉耐力与实用价值，成为九子中不可或缺的一员，名流传说与文化之中。而台湾现存的10座龟夫玉碑，乃清乾隆皇帝为表彰福康安平定林爽文事件而赐。这些石碑高达3.1公尺，宽1.4公尺，材质为金门的麻属石，雕刻精美，极具历史价值。其中4座刻满文，4座刻汉文，另有2座为汉满文合刻，展现了清代双语文化的特色。据记载，龟夫玉碑运抵台南府时，其中一龟座不慎掉入港内，后以砂岩仿造补足，而原座直到1911年才被台南渔民打捞起来，现供奉于南厂保安宫内。其他9座碑座则存放于赤坎楼中，唯一的汉满文合刻碑则辗转迁移，最终安置于嘉义公园，成为名为福康安济公碑的珍贵文物。老七赑岸，赑岸是龙和老虎的儿子，拥有虎的威猛与龙的神秘特质。他的身形像虎，却多了一条长长的龙尾，外形威风凛凛，让人望而生畏。赑岸天性仗义直言，善于明辨是非，是正义的化身。他的锋利目光能看透世间不公，这让他成为公平与正气的象征。古人常将赑岸的形象雕刻在府衙的大门上，仿佛他虎视眈眈地守护着公堂的正义与秩序，增添了威严的气场。因此，赑岸不仅是九子中的威武代表，更是古代社会对公平与权威追求的具象化体现。老八父系，父系是龙的9个儿子中最像龙的一个，这主要得益于他母亲正是一条青龙，让他天生具备正统的龙形象。性格斯文的父系热爱文风，对刻在石碑上的诗文情有独钟。他甚至甘愿化身为图腾，盘踞在碑文上方，为传世之作增添庄重与威仪。由于名字中同带系字，他常与赑屃成双出现，成为文化中的一对象征。父系不仅展现了文风之美，也体现了龙族血脉的优雅与传承，是九子中最具书卷气息的一员。老九螭吻，螭吻是龙和鱼的后代，拥有龙头鱼身的独特形象，
是传说中羽化为龙的灵感来源。它的特征鲜明，长着一张大嘴，水性极佳，还能吞火。它最大的爱好是站在险要之处东张西望，这种独特癖好让它成为传说中的屋脊守护者。传说汉武帝建造百梁殿时，有人进言，将这种生物雕刻于屋脊，不仅能守护房屋，还可祈雨避灾。自此，螭吻成为宫殿屋檐上的常客，象征避祸降福。螭吻的形象不仅增添建筑美感，更承载着古人对平安与福气的期盼，成为历史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以上就是李东阳版本的九龙子介绍，但其实在民间传说中，龙的后代并不仅限于这几个，像焦土、貔貅、饕餮等也常被认为是龙的儿子。接下来让我们看看另一个相当主流的版本。话说李东阳的学生杨慎也对龙生九子充满兴趣，并根据自己的理解记录下了一个更加详细的版本。俗传龙生九子不成龙，各有所好。一、辟邪，形似龟，喜好负重，金石碑下龟夫是也。二、螭吻，形似兽，性好望远，金屋上兽头是也。三、蒲牢，形似龙而小，性好叫吼，金钟上钮是也。四、避雁，形似虎，有威力，故立于玉门。五、饕餮，喜好饮食，故立于顶盖。六、功夫，性好水，故立于桥柱。七、睚眦，性好杀戮，故立于刀环。八、金泥，形似狮，喜好烟火，故立于香炉。九、焦土，形似罗蚌，性好闭合，故立于扑手。此外还提到了金吾，形似美人，首尾似鱼，且有两翼，其性通灵不昧，故用于巡警。这段描述收录于《生安集》卷81。首先，杨慎去掉了囚牛和朝风，新增了饕餮和焦土，并将性好做的酸泥改为性好烟火的金泥。他细致描绘了焦土形似罗蚌，性格僻静且喜好闭合，最反感他人闯入巢穴，因此扑手衔环成为其典型形象。而饕餮则被描述为羊身人面，眼在腋下，虎指人手，其贪婪特性更被《山海经·北次二经》记载，成为贪吃的代名词。人们常用老饕来形容好美食之人。其次，在排序上，杨慎将辟邪和螭吻提升为第一、第二。此外，他丰富了龙子形象的细节描述，像是蒲牢的爱嚎叫特征和螭吻的望远能力，让龙九子的形象更具立体感。杨慎作为明代著名学者，明史记载其寄诵之博，著作之富为明代第一。由于他的知识影响深远，他的版本逐渐成为后世的主流，而李东阳的记录则在传承中被淡忘。最后，老茶还要补充一位特别受欢迎的龙族后裔貔貅。据说貔貅是龙和豹的后代，天性视财如命，对金银财宝情有独钟，凡是他遇到的宝物，统统吞进自己的肚子里。因此，后人认为貔貅是招财的象征，经常用金子或玉石雕刻他的形象，随身携带，期望能为自己带来财运与好运。自此，龙生九子的故事广泛流传，并随着岁月的推移而添枝加叶，越发神奇。正如《五杂祖》卷9中记载：“龙性淫，无所不交，故众独多耳。”这段话更为传说增添了一层奇幻色彩。其实，所谓龙生九子，并非龙真的只生9个儿子。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角度来看，9是一个虚数，常用来表示极多，同时也象征至高无上的地位。因此，用9来形容龙子的传说，既贴切又充满文化意涵。如今流传的各种九龙子版本，其实多半是古代大臣们即兴拼凑的结果。然而，因为这些说法出自名人之手，加上后来人们的广泛传播，名人效应使得这些故事逐渐被当作真实，最终被大众接受并流传至今，成为一段有趣的文化遗产。那么，各位朋友们，哪一位龙子是你心中的最爱？欢迎在下方留言区踊跃讨论哦！记得锁定慢说寰宇，我是老茶，我们下回再见。